边看王者边听小说，苏哲王者荣耀，夜黑语著。第569章，我会让你们后悔。苏哲没有想到会在洗手间里碰见神殿战队的这些人，尤其还是和他不太熟悉的麦克和小雅。当初苏哲去神殿试训的时候，就是为了顶替麦克的位置，因此麦克对苏哲一直很有敌意。为了避免见面后的尴尬，苏哲还是赶紧躲到了卫生间的隔间里不出来。而神殿的2个人没有看到苏哲，还以为这个时间段的卫生间里空无一人。于是麦克和小雅肆无忌惮的聊天，谈话的内容没有什么顾忌。赢了这场比赛，咱们 B 组的第1名就坐稳了。我看 A 组那边天宫战队还是一骑绝尘，今年咱们2支战队的流程可能与去年秋季赛的时候差不多。麦克说道。显而易见，他眼里并没有其他战队，唯一的目标就只有一个 KPL 总冠军天宫而已。其余的 Quake 战队、Devil 战队以及苏哲所在的 Prime 战队，麦克根本就不放在眼里。但相对来讲，小雅就谨慎一些，沉声说道，现在也不能掉以轻心。上一场比赛咱们差点就被 Quake 战队制住了，今天的 Prime 战队也不弱，你忘了长哥还是很有水准的。麦克一声冷笑，呵呵，长哥。听到麦克的语气，苏哲不由得眉头一皱，这是赤裸裸的嘲讽。这时麦克继续说道，不过就是些小角色罢了，对咱们神殿根本就造不成威胁。说什么 Quake 战队差点把咱们打败了，上一场比赛结束之后，还有一些所谓的专业人士也这么说，开什么玩笑。咱们上一场是2-0轻取 Quake 战队，根本就是活虐。如果不是 Quake 战队像缩头乌龟一样躲在高地上不下来，2场比赛早就15分钟结束了。面对麦克的豪言壮语，小雅只是淡淡一笑，她不爱说话，有时候更愿意选择沉默来表达相反的意见。而麦克却没有领会到小雅的意思，而是继续说道，至于那个什么 Prime 就更不用说了。之前一直 KPL 垫底的队伍，好几次差点从 KPL 降级，这个赛季从次级联赛招募几个选手上来，靠着运气赢了几场，就狠了不得了。自称是什么黑马？开什么玩笑？还有那个长哥，你看他发的那个微博了吗？说 Prime 战队要做 KPL 的总冠军，真特么不知天高地厚。小雅还是没说话，静静的听着。麦克之前就因为差点被苏哲抢了自己的位子，所以对苏哲怀恨在心，现在一谈起苏哲，更是立即打开了话匣子。小雅，你放心，咱们虐 Prime 战队还不是轻轻松松。其实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咱们和 Quake 战队交手的时候，2场比赛全都赢了。Quake 战队和咱们打了足足40分钟都赢不了。再看 Prime 战队呢，他们上一轮比赛2场10几分钟就被 Quake 战队给虐杀了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们和咱们根本就是2个级别的战队。听到这里，小雅不由得笑出声来，哈哈，你这个角度倒是清奇得很。麦克道，这角度怎么样？很有说服力吧？至于那个长哥，你放心吧，绝对是过度吹捧，我觉得他的实力的确是有，但是还没有到达 KPL 1线的水准，顶多是个2线3线，和咱们战队的实力差得远，当初没有招募他，绝对是个明智的选择。小雅微微一笑，心中自然明白麦克总是不遗余力的黑长哥，是因为长哥差点抢了他的主力位置，但冷静一琢磨，小雅又觉得麦克说的不全是错的。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。小雅道，之前长哥的表现的确不错，但遇到真正强队 Quake 战队之后，长哥的表现明显不足以扛起压力。上一场 Prime 战队和 Quake 战队的比赛中，如果把长哥换成寒山或者是 Skywalker， 那么 Prime 战队还有翻盘的可能。麦克听到小雅赞同自己的看法，笑着说道，没错吧？长哥就是被高估了，亏寒山还那么欣赏他，真不知道他有什么好欣赏的。小雅淡淡一笑，最后咱们不是没有要他吗？这说明咱们的选择还是正确的，
长歌的能力还是适合 Prime 战队这种中下游队伍，与咱们神殿战队的确不太匹配。话说到这里，麦克和小雅已经离开了卫生间，而以上这番谈话自然被躲在隔间里的苏哲听了个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呵呵，瞧不起我？苏哲一声冷笑，拳头不由得攥紧。上一场输给 Quick 战队之后，他的心中始终憋着一口气，而这口气长久以来没有发泄的途径，就等着今天这场比赛的爆发。神殿战队是苏哲最好的出气筒。从卫生间出来，苏哲回到赛场，听着耳边观众席上的呼喊，苏哲只觉得斗志昂扬。但可惜的是，观众席上大多都是神殿的粉丝，神殿的喊声完全压过了 Prime， 让苏哲很难在观众席上捕捉到自己的支持者。但余光扫去，苏哲很快发现了几个眼熟的身影。坐在最前排的舞姿、杜鹃和黄珊就不用多说了，更重要的是坐在后面观众席上的人，马海龙、陈天野、刘思雨。三个人虽然不是每场比赛都来给苏哲加油，但他们一直关注着苏哲的比赛。再往旁边看去，是一个穿着西装的大叔，董方，同样是王者荣耀的职业教练，也是苏哲的发掘者之一。当初苏哲之所以走入职业这条道路，还有不少他的指点和启发。坐在董方后面，马海龙他们三个人旁边的是一个很漂亮的短发妹子郝小梦，舞姿的室友，她也特地过来现场参观这场天王山之战。这些人是 Prime 战队粉丝团的中坚力量，也毫不吝惜他们的尖叫声。苏哲朝着大家点头致意，这场比赛他绝不会让支持者失望。这时韩小军从神殿战队的方向过来，他倒是气定神闲一派悠闲的样子。与此同时，本场比赛的2名解说入场，解说子豪，配搭解说芊芊，还是熟悉的配方，还是熟悉的味道。欢迎来到2018年度 KPL 春季赛常规赛第4轮的比赛。今天是 B 组第4轮的第1场比赛，对阵双方是 B 组的头名神殿战队与 B 组的第2名 Prime 战队。子豪慷慨激昂地介绍道。芊芊立即跟上，由于这是 B 组第1名与第2名的较量，同时这场比赛的结果很有可能改变 B 组的排名，因此这场比赛被看作是第4轮的天王山之战，正如同之前第2轮的神殿战队与 Quick 战队的比赛一样。子豪轻轻点头，随后道，但我们知道在第2轮的比赛中 Quick 战队输给了神殿战队，而在第3轮的比赛中 Quick 战队又击败了 Prime 战队。如果以 Quick 战队作为参考的话，实际上神殿战队在今天的对决中是占有优势的。芊芊却摇头，可是比赛不是做算术题，更不存在着这种等式关系，各支战队的胜负更多还是天时地利人和3方面因素的综合结果，因此今天比赛的结果还是个未解之谜，让我们共同期待吧。自己血都没了。卧草脚下放技能，记住，不管你过啥草，你养成这个习惯，不管你是打钻石局还是你打荣耀局，都不会吃亏。要不你上柚子去送。再见了，再见了！我操！他居然跟我做一样的装备。他回家了，补血去了。走吧，走吧。你看圣杯这好处还是很明显的，他满蓝他是会回血的，就是法穿鞋加圣杯回血更牛。先打2个比先打3个刷的更快，没什么意思，好吧？你只需要知道先打2个比打3个刷的更快。你3个，你先把2个小的之后打了之后，你那个大的你不能触发2技能弹呢？
第二技能弹不了啊，对不对？你如果是先打2个，你会先杀一个小的，你看着，请求集合。你会先杀一个小的，那你这个2技能可以在大野怪上面弹2下，对不对？你只需要回下往下放就行。你看我再去给你打一下，如果是打3个的话，我现在法强起来了，效果不那么明显。我现在法强起来了，效果不那么明显。如果是没起来的话，那个大野怪停留在那儿，我会 A 半天，A 半天浪费时间呀。这英雄有没有什么那种技能放了之后强化普攻之类的？你法师平衡有啥伤害，对不对？待会儿我去刷对面的给你看。先爱上的那个人是输家。给他蓝全控了。这波我大闪是可以杀他。我有魔女呀，哥。断了，断了，我知道。跑偏了，大刀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Double kill. 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Shut down. 一波了，还在那推高地，看来没得掩饰了。我下一把再去打对面的时候，给你看看，然后再打一波自己家的，很大区别。